一直有人问我关于草莓得了红蜘蛛的问题，因为我这边一般没有遇到，我也不愿意遇到，所以就没有跟大家过多的分享关于红蜘蛛的话题。因为飞宇农场呢虽然不大，但是我们每一周定点的打杀虫杀菌的药，所以我们那边基本上没有爆发过红蜘蛛。而这是哪儿呢？这是我长久以来没有入住的一个房子。这些是我在12月份从雪地里面拿出来的几盆草莓，在这儿经过了温度比较高，但是寡照，一天只有2个小时左右的太阳直射，也就是在每天的1点钟到3点钟，这样2个小时的太阳直射，其他时间缺光的情况下，有点旺长，看叶片明显的下卷。而今天重点的跟大家分享关于红蜘蛛的问题。红蜘蛛就是我们常说的2斑叶螨。这一颗草莓是2天没有观察变成了这个样子。离远处看你看不出来什么，离近处来看，我们能看到这些已经，特别是在叶角上已经密密麻麻的结出来了一层薄薄的蜘蛛网。仔细的看，有密集恐惧症的就撇过这一点。仔细的看，这些蜘蛛网上这些白颜色能够一直不停移动的特别小的，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红蜘蛛。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感觉镜头就不好捕捉到它们。这个红蜘蛛呢，真的是爆发的非常非常的快，也就在2-3天的时间，从没有发现直接到你发现的时候，它已经全部这一颗草莓的叶子上，从内到外全部是密密麻麻的结出来的蜘蛛网。这些红蜘蛛也就是在短短几天里面，它们的发展估计是数以百计甚至是数以千计的，全部都是，看这些小点点在移动的，全部都是。那红蜘蛛是在什么样一个情况下发生的呢？红蜘蛛是在干燥的环境下容易爆发的。一般来说，我们讲的是湿生病、干长虫，在干燥的情况下就会容易爆发这样的红蜘蛛。红蜘蛛怎么治疗呢？一般我们都是打杀虫杀螨的药，同步的预防虫害和螨害。而很多朋友啊，在网上说的那些神招，包括水侵法，说能杀掉红蜘蛛。那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块来试一试，用水侵法，就这一盆已经算是爆发了的红蜘蛛，在经过2个小时左右的水侵，甚至是1下午的水侵法之后，看看它们是否能把红蜘蛛彻底的给灭掉啊。我们姑且就不论这颗草莓长期被水侵了1下午会不会死，这个无所谓，我们就看水侵法能否杀灭红蜘蛛。先说一下，我对网上的这种神招用水侵盆法治疗红蜘蛛不是特别相信，至少是不是完全能杀灭红蜘蛛。因为我们水侵法就是让红蜘蛛缺水，让这些叶螨缺水导致死亡。而咱们的盆里面还有它蜘蛛网叶片下面的这些虫卵，它们是否在这水里面泡着会被全部杀灭呢？我们就会用这一盆已经得了红蜘蛛的这一盆草莓跟大家做一个尝试吧。好，这是我提前准备好的一个水桶，高度肯定是已经能没过这个盆子。现在这个盆子里面水分不是特别的多，让它慢慢的吸水，慢慢的下沉。现在看一下时间，是1点03分，我们将泡到今天下午5-6点钟，泡4-5个小时。我们的目的不是看草莓泡在水里面能不能活，这个姑且不论，我们的目的是看侵盆法是否能消灭红蜘蛛。看看这些红蜘蛛，真的是密密麻麻的。我们现在这个盆子已经没入水中了，就剩表面的这些叶片了。这些还在爬的比较欢实的这些红蜘蛛，相信在2分钟以后会全部侵入到水中。这个时候我们能看到这一盆草莓已经完全的沉没于水中，
这些红蜘蛛相信这会儿已经在游泳了。现在是晚上的6点50分，我们距泡水到现在已经超过了5个半小时了。这表面上也没有看到哟，仔细的看，我手点的这些小白点儿是那些红蜘蛛的尸体。我们现在把这个盆子拿出来看一看，这里面是超级饱和的水。你在这儿稍微给它沥一会儿水。蜘蛛网已经不复存在了。今天中午在叶片表面上繁忙游走的这些小红蜘蛛们也不见了。我们接下来就是放在这儿，把这样一个感染爆发了红蜘蛛的一盆草莓，经过了在水里面泡了5个多小时之后，看是否我们经过泡水能彻底解决红蜘蛛的问题。离我们上次把这盆得了红蜘蛛的草莓彻底的清盆已经过去了整整1周的时间了。我们现在看一看它经过1周之后的样子。我们在2月20号那天晚上6点多从里面拿出来的时候，这个蜘蛛网是看不见的。现在我们再仔细看一下，在草莓叶子的边缘，能看到像薄雾一样的，又重新接满了密密麻麻的蜘蛛网。再看看这些在蜘蛛网上来回爬动活跃的红蜘蛛，验证了网络上所说的亲盆法，就是把整个的草莓连盆带叶子全部浸入水中，是没有什么用的，至少是亲盆5个小时没有什么用的。那次把它捞出来之后，不见了蜘蛛网，不见了蜘蛛，感觉是可能会把这些成虫会给憋死，因为缺氧。而你的土壤里面或者叶子的背面都会有红蜘蛛的虫卵，虫卵是不需要氧气的。这样就证明我们草莓得了红蜘蛛，它会很快的时间爆发。然后我们用所谓的水浸盆法是没有什么根治的效果的，至少在我这里是。如果你有更多的关于草莓的问题，可以在每周1、3、5的晚上7点半到9点半进入直播间，也就是飞宇草莓自习教室，跟大家一起来讨论。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